大家好，我是橘子。今天是2024年10月24日，星期四。我们现在看一下黄金、比特币和原油的交易分析。先看一下黄金，黄金的话，昨天是冲高回落，并且最终收盘是一个大跌，最高的话到27，最高是2758.5，最低的话是在2708.5。中间的话来回震荡的话有$50的一个空间。所以的话，今天的话，我们看一下，从昨天下跌之后的话，其实是突破了4小时前方这个小低点的。但是今天上午的话，现在走势的话是趋于上行，我们可以认为现在是处于一个回调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一下回调线，从回调线来看的话，现在位于23.6和38.2的一个回调区间。所以的话，黄金今天来说的话，现在其实也不能说就可以直接做空，因为现在的话，整个短线走势的话是在上涨的，15分钟级别的话是突破前高了，所以的话，现在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短线的话是在震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支撑和阻力，我们看一下短线吧。短线的话，我们可以现在认为4小时的话，前期4小时这个低点是一个当前的一个支撑线。然后1小时的话，我们可以认为38.2是一个阻力线，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认为当前的一个阻力区间支撑就是波动区间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如果今天百日天的话，波动区间在这个范围之内的话，有可能的话就是震荡走势。因为毕竟昨天大跌了，今天你再大跌的话，因为现在的话已经力度不足了，所以的话大跌的可能性也不强。除非的话，我们需要关注一下上下两个边界，就是上方的这个阻力和下方的一个支撑。如果能突破的话，向上的话，我们可以继续做多到2735的附近。下方的话，再做空的话，就是前期的这个低点2710这个位置。所以对上午的走势来说的话，黄金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震荡走势，但是短线的话是一个偏多的，所以的话逢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区间内就可以做多，但是不建议做空了。做空的话，等到它突破下边界之后的话，我们再做空。所以的话来回震的话，我们就可以每次回调之后的话都可以做多，向上突破的话就向上做多。这是黄金。我们现在看一下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哎呀，这个是真的有点我们可以先画一下回调线，这4小时的回调线。4小时回调线来看的话，昨天半夜吧，应该是，然后突破了下边38.2的回调线，但是之后有的话又快速拉升，今天早上的话又反向回抽到23.6的回调线之上，所以对今天这个走势的话，各个周期的话，其实现在都处于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所以的话，我们前方的话需要关注的话就是之前的这个阻力位，就这个阻力位的话，今天有可能按现在的强度来说的话，有可能会到达就是6.8的这个位置。所以的话，今天比特币的话，如果不能跌破23.6的这个趋势线的话，我们就保持做多的一个思路，直接往上做。回调的话，回调到这个位置之后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当前就是前期这个低点这个位置，有可能在这个区间内震荡。震荡过之后的话，个人认为有可能还是会偏多，就是多头嘛。所以说，对于比特币的建议来说的话，今天的话操作建议还是回调做多，或者是突破之后做多，或者当前位置的话也可以清仓做多，都没有问题。但是不建议做空了。你这样做空的话，等到突破下方的这个支撑线之后，我们可以短线做空。下目标的话在这个位置，然后到达这个位置之后的话，可以继续做多。如果再跌破的话，下方的这个还是支撑，可以继续做多。所以整体比特币的思路的话，今天就是做多为主。我们现在看一下原油。原油的话，昨天的话其实是一个下跌的，然后从高点的话下跌，前天的开盘价之后的话又快速回升，回升之后的话，其实现在已经转为15分钟、1小时和30分钟的话，其实现在都已经是多头的一个走势。所以的话，下方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前方的这个低点，你需要关注这个位置，就是前方的阻力。如果这个位置能够突破的话，就是这个能突破的话，我们上方可能会继续看
下目标的话就是73的附近，否则的话有可能就还是在这个震荡区间内波动。但这震荡区间的话，今天的话我们需要改变策略，就不做空了，就是回调之后，就如果回调的话我们就做多，然后突破之后的话也做多。好，这是这3个品种，我们现在总结一下。黄金的话，今天我们可以看当前的这个区间，在这个区间之内的话，我们就逢低做多；这个区间之内的话，逢低做多，突破之后的话也做多。现在的话不建议做空，做空的话等到它突破下方的话，可能会部分做空，然后但是可能整体走势的话还是会以做多为主。这是黄金，然后比特币的话也是刚才说的，看下方这条线，这条线没有跌破之前的话，我们就保持做多的一个方向，回调之后做多。哪怕它突破之后的话，其实也要看下方的这个支撑，也是回调之后做多，突破之后做多。原油的话，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区间，这区间内的话，我们也是保持做多的，就是回调之后的话，我们保持做多，突破之后的话也是做多。好，这是今天黄金、比特币和原油的解读分析。